据美国媒体披露，美海军俄亥俄级核潜艇内华达号已于上周六抵达关岛，这也是美军战略核潜艇6年来再次现身关岛。事实上，美军核潜艇停靠关岛并不少见，但美方很少如此高调公开相关信息。而俄亥俄级核潜艇作为美海军最强大的核武器之一，其行踪更是被视作最高机密。美方为何选在此时主动曝光，对外发出怎样的信号？来看看报道。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周一披露，美海军战略核潜艇内华达号已于上周六抵达关岛阿普拉港。关岛作为美军西太平洋作战体系的重要战略支点和联系本土与东亚的重要枢纽，主要包括阿普拉海军基地和安德森空军基地等。港内有码头近40座，水深10米，可同时停泊10艘以上的大型核潜艇，并能对战损舰艇进行维修。据悉，关岛基地配备有包括 B-52战略轰炸机、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等在内的大批武器装备。实际上，美军基地遍布全球，各类型武器装备往来十分常见。但此次内华达号访问关岛仍受到外界关注，因为俄亥俄级潜艇专为战略核威慑而建造，是美军3位一体核打击力量中的重要一环，也是美国核打击力量中生存能力最强的一款。俄亥俄级核潜艇的单价约合人民币260亿元。美军目前拥有18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4艘被改装为巡航导弹核潜艇，其他的14艘则可以一次性携带30多枚大型弹道导弹，且可加装核弹头。据了解，内华达号于1986年服役，运行时间已经超过35年，其携带了20枚3x戟洲际弹道导弹和数十枚核弹头。美国媒体还报道称，该级潜艇最多可以搭载上百枚核弹头。美海军称，俄亥俄级核潜艇具有很强的续航能力，噪音极低，一般能在水下停留77天，然后返回港口接受大约1个月的维修和补给。不过，俄亥俄级核潜艇的动向与行踪向来属于美军最高军事机密，即使平常停靠于各自母港，也很难被外界看到或拍摄到。而美国这次却一反常态，主动对外官宣其行程，连美国军事网站都称此举非比寻常。观察指出，其实本次内华达号停靠关岛，主要是为了给美国海军的一份声明增加分量。这份声明指出，内华达号靠港关岛，加强了美国与该区域盟友之间的合作，展示了美国的能力、灵活性、备战能力，以及对印太区域安全与稳定的持续承诺。关岛呢，实际上一直是有核潜艇的，但是它的核潜艇是攻击型核潜艇，就是它的15中队。但这一次呢，它是把这个俄亥俄战略导弹核潜艇停靠在这个地方，而且高调的宣布我觉得这是美国把它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前推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它的俄亥俄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它所搭载的3x戟这个导弹呢，可以达到12000公里。那么它前推以后，它可以对亚洲的腹地实施打击。美海军战略核潜艇上次高调到访关岛是在2016年，当时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美海军的大多数核潜艇已经部署到太平洋方向。当年10月31号，宾夕法尼亚号靠泊关岛，也是俄亥俄级。当时美国海军也发声明称要保护盟友。值得注意的是，美方还罕见地邀请日本和韩国代表上艇参观，以显示彼此稳固的盟友关系。而时间再往前推，美军向关岛派出战略核潜艇还是在1988年，当时冷战尚未结束。我觉得和前2次相比呢，确实这种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1988年的那一次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冷战时期，在那个阶段美国的战略重心是在欧洲，它的主要对手是苏联。那么它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停靠到这个关岛，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孤立的偶然的这种事件那么2016年它已经开始战略重心东移了是在这个亚太再平衡这种战略之下，但是中美之间的竞争还没有那么强烈。实际上，去年10月8号，美国海军核潜艇康涅狄格号也曾靠泊关岛。此前，这艘潜艇在南海发生严重撞击事故，不过美方迄今仍未公布损失详情。但康涅狄格号在关岛短暂停留后就被拖回美国本土船厂维修，原因是关岛没有维修能力，可见损伤十分严重。有分析指出，美国这次派出内华达号停靠关岛，目的是为了挽回康涅狄格号在南海撞击受损的美国海军的面子，也变相宣布美国潜艇将重返南海。值得注意的是，核潜艇成为美国高调玩弄的一个所谓战略平衡玩具。
去年9月，美国拉英国和澳大利亚组 AUKUS， 其核心就是向澳大利亚转移核潜艇技术，目的是间接地让澳大利亚承担更多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的任务。此外，随着近年来美国政府推进亚太战略，关岛的军事地位日益受到重视，从此前的远征前进基地升级为前线基地。为进一步加强关岛的军力部署，美国还将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从冲绳转移至关岛，将目前的7000人增至12000人。此外，美国海军陆战队还在关岛设立新基地，自1952年以来尚属首次。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若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卷入任何冲突，关岛都能发挥关键作用。美军潜艇驶离关岛海军基地后，可以迅速潜入深海，以躲避侦察。该岛还能成为轰炸机、潜艇和部队的一个主要集结点。我觉得这可能是它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在关岛常态化停靠的开始。也就是说，未来它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会更多的在这个西太平洋这一带活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无懈可击的啊。如果对美国的这个核潜艇进行这个侦察和打击，特别是对它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啊，那么目前的办法主要还是源头打击。就在近期，外界还传出美军可能有3艘航母齐聚西太平洋的消息。对此，有分析指出，就目前形势而言，美军未来应该会更多的在关岛秀肌肉，印太地区的紧张局势因此也明显加剧。就在本月5号至15号，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印度和韩国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附近海域开展代号为海龙22的联合反潜演习，号称共同应对印太地区的所谓传统和非传统海上安全挑战。去年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就发布了这个叫一体化威慑这样的一个构想。那么这个呢，很可能成为目前包括未来几年美国的这个国防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那么它的这个一体化威慑呢，就是要把军事、这个同盟、技术包括创新结合到一起，然后产生更大的一种威慑的效果。美国俄亥俄级核动力潜艇内华达号时隔6年再次现身关岛，您是如何看？我个人认为这是美国核动力潜艇的一次表演。为什么呢？如果是为了作战或者其他的军事目标，它完全没有必要公开露面，不要说被媒体得知，要进行侦查也存在难度。美国海军发表声明，让内华达号露个脸，不过是要告诉自己的盟国，美国最厉害的武器来了。对盟国的承诺不是空的，是有核动力潜艇做靠山的，以彰显对盟国的可靠承诺。有美国智库的研究者、前美国海军军官更是吹嘘说，不管有意或无意，这个信息就是我们有能力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在你家门口摆放100多枚核弹头，你或许对此无能为力。听起来这是很吓人的样子。其实呢，各国的核动力潜艇作为核威慑的平台，其价值就是可以自由巡弋，进行战略巡航。不是说就美国一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还有一点就是核弹头不需要摆在谁家的门口才有威慑力。导弹，尤其是洲际导弹，已经消灭了距离，在远程打击力量面前，没有什么家门口的概念了。即便是美国把核弹头摆在每个国家的门口，可能人家也没有什么办法。问题就在于美国敢用核弹吗？如果你不用的话，那跟石头有什么区别呢？1月初，联合国5常刚刚发布了关于防止核战争和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保持全球战略稳定和平衡是大国的责任。美国战略核潜艇在关岛的表演，其实是美国一直在炒作的印太战略的一环。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也多次提到，印太地区足够宽广，美国的印太战略却过于狭隘。美国现在的印太战略主要是在军事上发力，尤其是核动力潜艇。与澳大利亚、英国搞盎格鲁撒克逊的小圈子分享核动力潜艇。美国给澳大利亚的核动力潜艇还在口头上，还在纸面上，现在只能让美国的核动力潜艇到关岛停靠，给澳大利亚打气撑腰。另外呢，亚太地区面临着战略失衡的风险，这对于地区和平与发展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尤其是稳定全球战略平衡，还是需要大国的合作与协调。在亚太地区，中美需要进行战略性的磋商，
而不是靠战略核潜艇露个脸。好的，也谢谢孙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